袅袅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我们的 I 人的典型代表。然后我们今天呢还有2位这个教练，你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吗？他们不是健身教练啊，他们是表现力方面的教练，非常有意思。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乌尼，您是念了戏剧，念了7年，他是呢在线上线下的课程给大家讲这个怎么用戏剧的方式来给大家增强表现力。对，因为很多人他们一拍视频，一面对镜头，像咱们刚才说开机了，立马全身绷紧，然后不知道手足无措，甚至有一些播音腔，这些都属于表现力方面的问题。但是可以用戏剧呀、表演的一些理论和技巧，帮大家去疏解这种障碍。王阳他这个第一层工作呢，他是摄影师，我们片头那个湿版摄影就是他给我拍的。然后呢，他不光看这个表面的，更厉害的是，他是一个能看到内部内心的一个教练，是 MBTI 的分析师和教练。其实呢，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一开始对这些人格分析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的会觉得靠谱，因为我们说从历史上来看，人类总是想归类嘛，对吧？不就是不同的，不管是血型啊、星座呀，或者是最早这个就古希腊的什么胆汁制啊、多血制啊、什么粘稠制，就大家想归类，我们才好说这事儿。所以我对这事情一开始不是特别大兴趣，但是也跟着大家做题，也测了一下。然后当时我做题，我测出来，我说就我是 INTJ。后来呢，我到王阳这儿去拍照片的时候，就说了几句话，就没有做任何题，他也没有问我任何话，他就跟我说你肯定不是这个 T， 应该是 FJ。后来他这么一说以后，我就觉得好像挺释然的，我越看我自己越像 FJ。 我不知道应该是你说了以后还是怎么，我就越看越像。所以我觉得，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能给我解释，就是我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为什么起冲突，或者你为什么愿意跟这个人在一起，这个就很有意思。对，其实 MBTI 它像什么呢？就如果用车做比方，它告诉你你是越野车还是跑车还是面包车。你想，如果一个跑车跑一个越野车走的那种非铺装路，他会觉得自己特别难受，所以他就会产生很多自我攻击和自我怀疑，会让自己很不舒服。这就自己而言。那和别人在一起呢，比如说一个跑车和一个越野车，他们配合，他们一起做一个项目。然后这跑车就说我要走平路，这越野车就说我想走非铺装路，走那个崎岖的路。那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个争执产生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本质的类型不一样。所以这个 MBTI 就告诉你，你到底你是哪个类别，然后通过这个呢，能解释你自己的很多问题，也能解释你跟周围人之间的很多冲突。所以还是那句话，叫人啊，认识你自己。今天吧，我觉得我们的嘉宾都特别有意思。袅袅也是编剧，他现在是你们那儿的总编是吧？是总编剧，但就是属于比较缺乏表现力的那一种。你还是要表现他，我觉得他是有表现力而不自知。对，咱们待会儿可以分析。对，我线下第一次看到你是有一个活动，然后呢，我就看到袅袅，我特别高兴，我想跟他说话。我说完了，他就说是的。然后我听说真是袅袅真的是不太说话呀。其实我也是 I 人，但我觉得你比我更 I 有可能。而且呢，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聊一个事儿，就是叫表现力。我们不停的要被看见，想被看见，不管主动被动，它都有一个我们到底舒不舒服，被看见什么，就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袅袅，你分析过你自己吗？就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你呢？就你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我们认为在台上那种就是口若悬河的人，但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你，你那么受欢迎？分析过吗？我觉得可能，我感觉可能大家就是看特别强大的人看的有点审美疲劳了，然后需要看一些弱者，然后我就站在台上，可能大家就逮住了一个唯一的弱者，然后就把这个感情投射在我身上。我猜想可能是这样的。我看到你曾经说过，就是说你说好像是缺陷就是
风格是来自于缺陷，是这么说吗？对，其实这或者个大家认为是的缺陷。对这个是李诞那时候培训我们时候跟我们说的，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有一些缺点的时候，不用急于去改它，就是你可以稍微坚持一下，看看是其他哪里改善一下，但是有可能你认为你最大的缺点，可能是你最独特的地方。这个点其实就是我们表现，就我所谓的表现力的那个体系里面也是抓这个点。我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独属于自己的表现力的方式的，不是说非得外放的，然后咋咋呼呼的，这个对外的一定是口若悬河的才叫有表现力。大家用自己的方式让别人感受到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价值观的，他就对了。只要对方能够感受到，就说明你是有表现力。我觉得吴妮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因为袅袅就是在做自己，他不拧巴，他不是说迎合一个外在的对脱口秀演员的标准，比如说脱口秀演员都要很外向吗？很炸吗？然后在舞台上连动，肯定有炸，都要有那样吗？那可以。你们俩说的炸可能不是一个意思，那可以。对，我说的是可能更外向的那种感觉，那不是那是一个外在的标准。而我们要做的不是去匹配那个外在的标准，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特点展示出来。他说那炸，你刚才踩着他的线了，他们就是要炸。他说的炸是他们行业的一个金线，对吧？就是这个包袱得抖的炸。我澄清一下，就可能是那种连蹦带跳的。对。但是袅袅是安静的力量，所以对我来说，他的这个安静也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最开始进入脱口秀，他有一个外在的标准，说脱口秀演员都是要那种很外向的、很热烈的，他可能就迷失自己了。他内在的这种 I 人的感觉，但他装成艺人，可能他整个人就拧巴了，那个状态就不对了。所以我觉得他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他做自己，而且我之前就挺喜欢袅袅的，我也看过他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我也大概其猜测他的类型。哎，咱们现场开一个，看看准不准啊？他的这个类型跟他所表现的东西是一致的。你比方说，他就在节目当中说过，他说人见面说你好啊，吃了吗？最近过得怎么样？这个有意义吗？为什么不问点更有用的问题呢？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来了，吃了吗？天气不错哈。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我真正在乎的问题？比如，杨澜老师，你好，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拍灯吗？如果是他这个类型的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寒暄这件事情，或者说维系一些很多的社交的东西是比较麻烦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在他的那个心理舒适区，而他恰好把自己的，当然我还没有印证过和你哈，恰好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想法在节目里就说了，所以呢就获得了大家的很多的共鸣。因为有人认为这个寒暄是有必要的。比方说，以我对周老师的了解，他肯定认为这个大家互相建立尊重啊，寒暄几句啊，怎么样，这个很有必要。但是也很累。对，也很累。我也觉得累。但是也会有一些人，但我可以接受。有些人比如像袅袅这样的，我也觉得很有必要。我插一句。Okay. 但是我感觉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就像易军老师说的，咱们初次见面的时候，您跟我说那个，但我当时我就大脑已经宕机了，就是一个突然非常尊敬的老师突然开始问我话啊，我只能回答非常正确的内容，然后我就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延展性的话。其实我完全不记得我问的是什么了。对，那他到底他是什么类型啊？他是什么类型？来吧，老师说。我感觉像就是最后2个字母应该是 TP，TP， 但是是这样，就他可能会说他做的未必和我说的是一样的，就最后2个字母对吗？您再猜，您再没事，就我感觉我先说，我觉得他像 ISTP， 对吗？测出来的是吗？不对。我觉得可能确实有2个类型，可能是比较接近中点的。然后我测出来的我是 INFP 哈，就是 T 和 F 这个维度，很多 T 人认为自己是 F 人，就像我不是，我是 F 人，认为自己是 T 人。对，这2个字母的区别是，就是 T 和 F 这个维度区别是在于 T 人呢是基于逻辑做判断，F 是基于情感。其实很好判断，就是 F 人说话呢，往往是顺着别人说，考虑到你是怎么想的，我要维持这个和谐的画面，
而虽然我T 人呢，心里翻了很多白眼，对他不表达，但 T 人呢，他就是比较直接。然后他开的玩笑呢，有的时候在 F 人看来，因为不同嘛，其实 T 人和 T 人之间开玩笑是开的一些玩笑，我们觉得他们觉得是 OK，但我们觉得可能会有些冒犯的。比方说，咱们以鸟鸟为例哈，来到这儿，然后我说鸟鸟，我是做这个 MBTI 的，一会儿我可能是会说一下你的类型，说一下你分析一下你的活动。他说我会说你说的都是错的。OK， 那这个部分 F 人是可以这么去开玩笑的，因为这是能力。但是如果他说这话是很自然的话，这可能就是 T 人在开的一种玩笑，就是王老师对我有误解，王老师觉得我不炸场，而且开不宜人的玩笑。不，他说炸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来你澄清一下什么误解？我觉得对，好像，但我觉得可能要区分一下，MBTI 的是一个人的性格底色，但一个人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是更复杂的，可能是他创伤性的影响，也有可能是他职业背景的影响。对对对。比如说开玩笑这个事情，可能在我们的话语体系里，开这种玩笑就是一种，小小的互动，就是一种友善，然后可能因为您平时是做老师的，可能就会觉得啊，这是一种对权威性的挑战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确实。那你说脱口秀之前，你能开这种玩笑吗？就有点冒犯性的，你能开吗？也开，但不会这么广泛的开。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就是你的同事，就是徐志胜。我有一次我做节目碰到他，我们在就一个场合里头，他能开那种玩笑，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主办方把他请了去，他可以直接就讽刺主办方。这个我觉得他开那玩笑非常有意思，非常好笑，而且呢，对方也是能接受的。但我是绝对说不出来的，我会在心里翻100个白眼，可能我也说不出来那个话，就是这样子的。行，我帮那个苗淼来澄清一下 T 和 F 这个维度哈，因为这个之前也跟周老师聊过，这个 MBTI 这4个字母代表的是心理功能的排序。那如果你是 FP 呢，代表你主要使用的这个心理功能呢是 FI。FI 是什么意思 ？F 就是 feeling，I 呢是introversion， 就是内倾的情感。那内倾情感的特点是什么呢？它会有一个自己的特别坚定的价值观，而且呢，它对良知这个词、良心这个词很敏感。就是如果你是 FP 的话，你经常会问自己，这个事儿符合我的良心吗？就我这么做真的是可以的吗？就是会这样问自己。那么如果是 TP 的话呢，就是 TI 就变成内倾思维了。他这个人呢，就会对内在的逻辑特别敏感。这个事情是不是符合逻辑的？我该怎么定义它？我该怎么分类它？你会感觉别人说的一个东西，你会很善于挑出它的逻辑错误，而且会把它切开了、揉碎了，放到你脑内的很体系化的一个逻辑系统里面。那我现在说的这是2种心理功能的你的感受。如果你对我说的第一个就是符合我的良心吗？这么做是我能接受的吗？你就是 FP。如果你对那种这个东西是逻辑上有没有问题，怎么界定它，怎么澄清它，这个系统性是怎么样的，每个链条是不是严丝合缝，你就是 TP。所以你现在感受一下 FP 是吧？OK。就是怎么着，他觉得他是对的，你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我想问，就是说这种，如果说我们说这种冒犯，这些是不是也是一种表现力？是，然后甚至其实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我在默默观察每个人的表现力。鸟鸟是有很强的表现力的，可能大家刚才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讲，然后怎么，他有很多小动作的，只不过这个小动作对于其他的人来讲，好像没有那么的大开大合，就误会说所谓的 I 人没有表现力，但其实他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已经用自己向外表达的方式呈现出来了，然后能 get 到那个点的，他是跟这个情境相匹配的，就觉得这个小动作还挺幽默的，这个小动作跟他内心的那个如果有一个小动画片的人在这儿放着，是在替他配音，在替他做动作，很有意思，有一种加双引号的窝囊废的很勇敢，是吗？窝囊废的勇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有表现力的？就是一开始好像也第一次经历也比较冷，后来怎么就能够炸了？我的表现力出来了。我就是一直苦于自己没有表现力，肢体上更放松，或者情绪上和观众连接更强、更互动性强的演员，可能人家文本就可以随便说描述一下，然后观众就也会笑了。就我的感觉是我必须在其他方面补足我这方面的
的缺点，然后我才能站在那个台上，我才有正当性。所以你是不停的在打磨你的文本，你的意思？对对，我表演上其实我只是过得了我心里那关，我觉得是状态是诚实的，我只能做到这一点。然后我其实表演上我确实有点摸不着门道，感觉。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学员来的时候的困扰，就是他们都说是不是 I 人相比较 E 人，他们在文本上的难度要比 E 人就是难很多倍。其实在我的理论里面，我一直讲表现力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里面有2部分，一部分是观众的想象，一部分是这个创作者的设计，它是这2个部分合谋的结果。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比如说像鸟鸟，他说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干的时候，这句话如果作为文本，艺人可能是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干，就是这种他用肢体带动情绪，但爱人是用小表情，是用细节，所以放到拍视频的时候，我们可能讲你要用你适合的方式突出属于你自己的表现力。那也许如果是我是他的摄影师，我可能就会更多的拍他的面部的特写，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配合性的，通过这种系统的工具把你的表现力给凸显出来的。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当你告诉别人要朝某一个特色，哪怕这个特色是他与生俱来的，他会不会反而动作变形了？就是我意识到了这个技巧反而不好。必须要意识到，因为你不意识到，你就不会设计它，你就不会利用它。我在课上我会讲，你手里有一把刀，你手里有一把菜刀，然后你要去砍那棵树。你砍那棵树的时候，你这个菜刀肯定不行，你要有意识的知道我要把这个菜刀怎么能跟别人换成砍刀，或者说我这个菜刀怎么包装一下，怎么磨锋利一下才能去砍那棵树。所以如果你没有意识，你就不知道我现在是用什么东西能把这个树砍倒呢？只有你意识到的时候，你才知道怎么样去用手段去包装它，怎么样规避一些短板，怎么样去向外界借力。可是我们爱人有可能觉得我干嘛要砍那棵大树呢？就是我砍了个竹子，我已经很厉害了。就对，因为比如说我也是，就是你知道我们导演，我们这个节目导演以前没认识我的时候，他看了我一个就是纪录片嘛，我那时候拍那《太阳童年》。那时候他不认识我，他看这个节目，他就自己记笔记。后来我们俩认识，就他给我看，就他写的是这节目吧，内容还挺好，主持人缺乏表现力，主要在于乱穿衣服，头发没梳，普通话不标准，就全是这个。他后来就其实你说的这是一个系统，对，就可以借着。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就是一心想把内容做好，我没有时间管其他的事情了，就这样吧，你们爱喜欢不喜欢就这样吧，这是不是爱人都是这样子？这个是，那鸟鸟这趴就先不继续深究了嘛，就是这个 TF 这个。王老师还想攻击我，王老师说我没有良知，说我。不是，这个是，就比方说我刚才说的这个是符合我的良心吗？咱们在座这几位，应该只有我会这么问，并不是说我是有良心，你们没有良心，只是说这个 FP 的心理功能，它经常会有这样的心理活动，而其他的类型不是那么敏感。我不也是 F 吗？你是 F， 但是你是 FJ， 所以你问的是这个符合大家的，咱们这个团体大家的有感觉吧？大家的诉求，大家的需要吗？或者有助于我们气氛的和谐吗？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是因为后天的一些原因，比方说他明明就是这个类型，但他表现出来的是我不是这个类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你的类型偏好表达出来的时候，要看外界的反馈。比方说，如果是一个 T 人的话，通常，就类似我们，人导那种感觉，他会很实事求是，有什么事情他觉得观点他不同意，他就直接表达。但是可能就会，周围如果是 F 人的话，就会觉得，哎呦，你这是在吵架呀，就是这样，他经常跟我的冲突就在这儿。对，不和谐了。所以那如果这个人恰好又是他的家长的话，他把他的这个本性释放出来，就受到很多的打压，所以环境是不支持他的。所以他慢慢就把自己原本的那个强的那个部分压抑出来了，所以反过来变得有一些 T 人变得很在意别人的感受，很在意我说的这个话是你是怎么想的，对方怎么想的，所以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然后你说的这个不修边幅，周老师说的这个不修边幅，我也没到不修边幅的程度，只是没有时间。不是，你不说有人点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节目爱人好像就不太，或者说我觉得我自己吧，这种不能代表爱人，就是不太会可能那么愿意去
求这个结果。比如说我们要说表现力，我们会觉得哎呀就不 care 这个事儿，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去追求这个东西呢？就会有这种吗？是因为如果从类型角度来说，这个 I 和 E 什么意思呢？是哪一个世界是我的心理舒适区啊？那对于 E 人来说呢，外部世界就是我的心理舒适区。对啊，所以他到外部世界，比如像我来录节目，我就是 E 人，我是一种回家的感觉。而你们都是 I 人，所以你们是离家的感觉，所以是不一样的。对，你刚才怎么说的？他刚才说，在我们还没有开场的时候，他说觉得他要说话会打扰到我们3个 I 人在这里的沉默。这个是这样，是的，因为 E 和 I 人都可以有表现力，但不同的是 E 本身就偏好有表现力的状态。你看邓超在春晚上那个表现，他是在充电的。但是有一个 I 人，你比方说像这个小 S， 因为我有个学员他是演员嘛，他跟小 S 有过一些合作。他说小 S 其实是在台下是很安静的，但是舞台上很疯。所以那个是一个是能力，一个是偏好。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偏好可以后天培养。比方说像大张伟，他也是典型的 I 人，所以他什么洗刷刷也是很疯的，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维度的。再一个呢，从类型本身来说 ，I 人呢倾向于是自己站在幕后。比方说，我做成一个产品，我做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我做得很好，大家觉得很获得认可。而E人呢，更想是自己站到台前，享受大家很实体化的那个看着我、注视我。其实很多E人呢，从小他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我希望站在台上被大家看到、关注我、注视我，他觉得是充电。那很多 I 人呢，通常没有这个梦想，他们就是我自己可能在角落里，不希望太多的被大家注意到。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是我希望我做出来一个东西被别人看到，而不一定是我自己。所以我觉得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说我在做节目也好，我拍纪录片也好，我会觉得大家看到我那个内容就行了，就是那个文本，或者说对吧？我要输出的这个信息是什么？至于我穿的什么衣服，你们可千万别再看了，就是那种感觉。那可是脱口秀演员，你们里头 I 人好像也挺多的，是吗？对，有挺多的，所以都有谁？我听听。小北是 I 人，付航也是 I 人。付航是 I 人。这个我理解，张博洋也是 I 人。对，其实这个我理解。我太不理解了。我感觉付航跟您的类型很接近。不会吧？我在场上不可能像他那么外。我觉得王老师说了一个点也是我认可的。他说能力和偏好，就是外向或者说 E 是一个能力。我其实是一个大 I 人，就是但是我也有外放的能力。不是你跟我说说，对啊，就是付航那样子。如果现在说付航是一个 I 人，我非常理解。我在私下里面自己常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一个人在家里可以好几天不出门，我深思。但是你让我把我扔在台上，扔在拍视频或者说教学员讲课，我可以非常的外放，因为这是我知道这个场合里需要我这样。我就会这样。对，因为表现力是什么？是一个应用场景，而类型没有好坏之分。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选题呢，叫 I 人的表现力，其实就是好像把 I 人放到一个他们好像相对来说要弱势一点的这个场景，但其实是大家不会讨论 E 人的缺点，我们 E 人也有很多的问题。您来说说 E 人的缺点。对，你在这就是弱势群体。我来讲一下这个 E 人的这种专注力吧。就是 E 人呢，专注力是比较差的。我举个例子啊，有一次我开课，开完课之后呢，大家学员在一起聚餐，吃了有一会儿了，就是大家好两个三个的一起单独聊。这边有个学员，我们就在单独聊，他是一个 I 人，然后在聊的时候呢，我很难听清他说什么话。为什么？因为有E人应该有感觉，你们可能不会特别明显啊，就是周围所有人说话的声音都会忍不住的进到我的耳朵里。我说文凯，他们都在说话，你听不见吗？他说我听不见。这就是 I 人的专注力。你们有感觉吗？我有感觉，我是既能听见大家说话，又能听见那个人说话。我专注力也很差呀。平常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我妈会有很强的体感。我在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我一边写作业，她旁边我们家开棋牌室，旁边打麻将的声音完全影响不到我，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跟我叫我得叫我好几声，我才能听见。有可能这里面也有可能跟能力有一些混淆。就是我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我是培训嘛，我备课，对我来说是非常吃力的一个过程，因为我没有人和我互动。我最期待的是，来几个老师、培训师，我们聊一聊。但是我接触到的 I 人，如果说他也是个老师，也是在备课的时候，他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
我们是所以这个享受孤独感，享受这个过程。你呢？你是会喜欢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写稿子？对，我觉得自己一个人写稿子的节奏，我自己更能把控一点。但有时候太困难的内容，我会觉得如果和别人一边交流一点，然后我再发散的话，我会觉得更有效率。哎，你注意到了吗？它是更有效率，就追求结果了。因为有些事儿我们做是为了追求结果去做，而有些事儿是因为我们享受过程去做，所以这也是区分的一个点嘛。有人说做事儿都追求效率啊。你说你作为一个艺人，你不追求效率吗？不是，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比方说有些P人嘛，P就是可能就计划性没有那么强，很随性。他答题的时候为什么要答出来是 J 人呢？因为社会要求他这样做，工作要求他这样做，朝九晚五的上班，所以他必须按照 J 的方式去行动。而且他采取 J 的方式去做了之后呢，他觉得效率的确很高，但这个并不是本身的偏好。所以刚才在讨论偏好的时候呢，所以我这个地方做一个小澄清吧。他说，那我也会跟人互动，那我为什么不是艺人呢？我觉得我也会做呀，但他做的这事的目的，他是有他的一个可见的成果的。这个没有绝对，就是有时候。就是一种可能对自己也有误解，或者是一些社会规范嘛。我们都活在很具体的事儿里头。那你们说说你们这个就是脱口秀界的 I 人都是什么情况？对付航，我也是看资料看到的，我也不确定他本人是不是啊。就是即便是舞台风格非常活泼，然后互动反应也很快的，也都有可能是 I 人。就是我的感觉反倒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表达少一点，所以可能更有舞台上的表达欲。因为如果你是艺人，你本来平时就能在和人社交过程中把这个压力释放掉的话，你是不太需要这个舞台的。其实，是吗？就我们需要内心积攒一些平时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的话，才能在舞台上释放一下。对，有人不是说那个肯尼迪，就那个总统也是，他不是演讲特别厉害，但是他是底下好像是也说话不多，但是就是说给你一个舞台，聚光灯一打，你们还是夸会表现出来。对，但这个就是工作需要有一些，我觉得。上节目是工作需要，我觉得会把能量调动起来一些。然后如果上舞台的话，我觉得是我们想把一些想法传达给观众，然后让观众领会到。如果我们能量太低，或者我们所加的梗太少，或者我们让观众感受不到我们想带动他的欲望的话，他们可能就不接受你的想法。我其实大概能理解袅袅在说什么，因为我遇到的很多学员，包括我教学的过程中，都会有类似的经验，就是他们就像袅袅刚才说了一个很典型的，就是他必须要有目的，就是我知道我这段话是要吸引哪个人的，我需要观众做一个什么样的反馈，才能支撑我这个包袱继续进行下去。然后呢，放在表现力上也是，我说如果你没有目的，就不会有吸引。你没有目的，就不可能衍生出表现力。如果你没有目的，你甚至都不用表达，你也不用你既然想要说这句话，尤其是对着公众表达，那你一定是想要某一部分人给你一定的反馈，你是有一个你希望大家笑，你希望大家哭，你希望大家认可你，你希望大家反驳你，一定是带着目的的。你说这个话，我觉得我有点戳我这个内心了。就是我刚才说，我们好像觉得说我干嘛非得去砍那大树，我砍个小竹子得了。其实这话说的有点虚伪。难道我不希望对我用小刀就能把大树砍倒吗？对。当然，你心里是有这个欲望，就是说我流量大，或者说被人看见。虽然我们经常不耻于这么说，但是你既然就像你说的，既然你做了这个事儿，难道你不希望被更多人看见吗？对，是其实这个底层的欲望，不管是艺人、I人，还其实都想被看见。你有这欲望吗？我觉得我最早想上台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想证明，就是我这样的会有人喜欢吗？就会有一点这个想法。然后我就想，可能最大众、普世意义，然后大家看起来又最轻松的形式就是脱口秀。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看，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对，这也是大部分人找我的原因。就是他们最开始只有那么一点点的欲望，是想证明自己，这个点特别对，想证明自己也能做短视频，想证明我的观念也有人认可我，想证明我不是那个独一个，就是寻找群体的认同。然后
脱口秀，我自己看脱口秀还算是比较多啊，和这个短视频的表现力是有一个共通的点，都是放大。就是这个是一个关键的点，想要有表现力，一定是放大的。就回到了周老师问说，我是一个 I 人，我有这个动作，意识到了会不会动作变形？它是一个练习的过程，你一定会经历这个动作变形的过程，但最终达到了我巧妙的利用它，成为我的一个特色，来把我自己的某个特点放大。比如说袅袅的这个，也许生活里面只有，举例子啊，50%的 I， 但是他为了这个人设或者说标签，这个 I 人，我有意识的使用一种讨喜的方式，把我这个 I 的特点放大。一旦放大了，大家觉得默认我们有一个想象，给他贴个标签，袅袅是 I 人。那么我们每听到他的一个文本，听到他一个表演，都会往这上面去靠近。哎，他是 I 的，哎，他是 I 的。越把这个标签加强，越觉得他是社恐的表现力。所以这个标签逐渐强了之后，你就属于独树一派了，成为了一个 I 人独树一派的表现力。对，我确实有时候也有这个，大家对我有误解，就觉得我不会说话还是怎么着，就感觉跟我打招呼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事情，但其实还好，就是正常的寒暄啥的也还是，我觉得我能接受啊。然后其实您之前说的尝试啊，就是我有过上开放麦一篇内容，可能一开始观众不是很接受，我以为是因为我能量太低，然后我能量调高了，我讲了一次，发现效果更差。你说能量调高就把声音调高吗？还是就是那个情绪的高度，就是我讲的可能更激昂一点，然后就观众完全被吓到，我感觉。被吓到？对，这就是走反了，就是这个放大是把自己知道观众喜欢自己哪个点，把喜欢的那个点放大。我们有一个学员他是 I 人做读书博主，我给他提的建议，我说你既然是 I 人做读书博主，你就把你的声音放到极端的小，然后帽子他喜欢戴个帽子，把帽子极端的扣得很低，声音很小，但是他的文本很强的情况下，你把这几个手段一加，你就会觉得哦。你默认就觉得这个人很内向、很胆小，但是他讲的内容又很吸引你的时候，你发现哦，他独树一帜，他的风格就是胆小如鼠的风格，反而他的表现力就有了。这就是我们到底要放大什么、被看见什么的问题。对。后来你是怎么找到这个你自己的偏好和观众喜欢的这个点？你放大了，大家也不喜欢，然后你就把它收低吗？就是我上完那次能量很高的开放麦，然后我就后悔了好长时间，就是我觉得我以后再也不要做这么丢人的事儿了，然后我就按我正常的平时说话的样子去讲，我自己比较舒服。就即便它冷了，我也就调整一下我的稿子什么的，就我不会再后悔我做人方面的问题了。对，还是，但是我这听上去至少就有一点，你非常勇敢，就2次打击你还能做。我是还没受打击，已经不能做了。你知道我一直想说脱口秀这事儿吗？然后我从小我就是喜欢听相声什么的嘛，我老想说，可是我周围的人都打击我，就跟我说你一定不能说，因为呢，我还没说我自己就笑了。当我说出来，他们就觉得好冷。我一说我要说笑话了，他们就说我们要去找棉被，就是那种。所以我被打击到现在呢。我连试都不敢试，你都被打击还敢越挫越勇。这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做事儿的时候，往往初始阶段 I 人对自己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就如果咱们说做蛋糕为例，E 人呢是这个蛋糕做到50%，大家应该有感觉，拿出来，哎，你看我这蛋糕做怎么样？哎，还不错，我再改进。但是 I 人呢，这就是我最受不了艺人的原因，就是你们都什么都往外泄，这个我是。但是 I 人呢，这个蛋糕已经做到120%了，对，好像还是差点意思，我觉得不够完美，他们可能不会喜欢的，要不算了吧，这是不一样的，就他们很追求完美。但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没有快乐的 I 人一样，就听起来这像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和一个不太追求完美的人的区别，就是难道完美主义者和 I 人，然后不完美主义者和 E 人是两个概念是完全重叠的吗？不能划等号。这个就是 TI， 就是他的这个行没 OK， 行继续，就是因为这个 E 人呢是什么呢？他是和外部世界更亲近。他是很多东西呢，他要拿到外部世界去检验，否则他无法认知这个东西是好还是坏。
你看很多表演者在表演的时候，艺人是表演说，哎，怎么样怎么样，他对外界反馈的需求是特别强烈的。但是 I 人，比如说我做了一个表演，我大概怎么样，我自己心里有数的，所以你自己就对自己有一个判断，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但如果说完美的话，那我认为 I 人的东西是更趋于完美的。比方说，咱们如果现在公司的场景因为我也做一些企业培训，在开会的时候，如果领导说了一个什么东西，那肯定是艺人就是快速反应，我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样，但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想清楚，但是他习惯先说出来互动，边说边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时间上是占据优势的，因为速度很快。但是 I 人呢，他们的劣势是什么？可能他们比较慢，想了半天才说，但是他说出来的东西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往往呢更接近到所谓的完美的状态。所以这也是E和I的一个差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就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我特别想回答你。你不知道你作为一个艺人，你能否了解 I 人的快乐就在于拧巴，我们自己较劲的那个过程，在痛苦中快乐，在痛苦中其实很开心。这个事儿拧来拧去，拧来拧去，是不是？你有这感觉吗？对，我有时候觉得自己拧巴，然后很怀疑，然后最后结果还行，然后那一刻就挺快乐的。对，就是我们这120往外，其实我们自己觉得90分，大家一看打了95分，我们已经很开心了。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做的是一项需要有这个外部反馈的事业，比如说做记者的、做短视频博主的、做直播带货的，包括脱口秀演员的这种。我们必须是需要外部反馈来验证自己的一些设计是否是对的。那么我们不管是自己是 I 人还是 E 人，你都必须要考虑到观众的反馈和你用户的反馈。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反馈的这个人群是谁？我做一些咨询，比方说像 ENTP 这个类型，因为他们比较有的时候喜欢去探讨那个真理，所以给人留下一种爱抬杠的感觉。那么如果得到他父母的反馈是你这个不对你总爱抬杠，你这个说话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你情商低，他慢慢就被压抑了自己的本性，变得就是很怯懦，不敢表达。但是如果他得到的父母是跟他类型差不多的，可能就会鼓励我们做很多一些像辩论一样的讨论，他就会被支持到。那么鸟鸟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一个杠精，所以王老师说你还没说他，我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还好。就是说，那么他受到的这部分反馈是来自于谁，其实是挺重要的。所以这就是流量的，或者说这个外部的反馈不需要，在我看来不需要分群体，是跟你的产品的目的是相关的。比如说我要获取流量，我做短视频就是为了获取流量，或者我做脱口秀就是为了让大家笑。那么在场子里，甭管你是因为什么，只要你笑了就对，不需要你有其他的反馈。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我现在用这个状态出来，可能是这些人不认可，但是可能后来又给我推荐一个另外的人群，可能那一部分人就认可。那么到底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呢？或者把你这个问题再放得大一点，就是说，如果我既不想为这个事情去改变我自己的方式，然后又有一些东西我可能觉得它没什么流量，但是我也想传递，那怎么办？或者说，比如像你在台上你说一个东西，它也许不能让大家那么想笑，但你还想说吗？我觉得脱口秀演员状态理想情况下，当然是把自己的想法，然后以那种规律的、有梗的、有结构的喜剧的形式传达给观众。然后，但有时候可能大家的技术或者这个经验还没有做到。但我觉得我们的理想都是一致的，就是它还是要有效果才可以。因为如果只是图自己表达出来，没有人听也可以的话，我们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形式来做。就像我就是在自己先笑了算了那种事。我也问过我学员类似的问题，我说如果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反馈，你的流量为0，你还要表达自己吗？他们大概率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因为如果流量和外界的反馈为0的话，你写日记就好了呀。你做什么短视频呢？你拍什么自己呀？你表达干嘛呀？既然你走到观众台前了，一定是，甭管这个占比多少，你一定有一部分是希望自己被看见，获得一部分人的认可。那或者是不是我们对流量的这个定义有一种，就是流量
或者表现力，一定是讨好吗？其实我要是私下里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很哲学的一个圆环和略有悖论，但是你仔细思考，落在每个人身上，它又不是悖论的东西，就是你既没有讨好任何人，但是你也没有不讨好任何人，你既在讨好所有人，你又没有讨好所有人。其实，在我看来，你像这个问题上，我跟乌尼的观点就不一样。其实就有类型的原因，因为他是 TJ 嘛，所以他遵循的一定是要有外部标准的，而我是 FP 啊，无论是 TP，也许是 FP，我们是自我的感受。那我也在做短视频，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希望做自己，我不去迎合外在的标准，因为外在的标准呢，可能跟我相差比较大。那我这个人表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拧巴着，也许他跟这个外部标准很匹配，那么他一定做得比我好。那么我就把我最强烈的东西释放出来，那么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人喜欢和我一样的东西。所以它的流量比较低，知道吗？就你就等于我发视频说的那个被动等待。您是什么类型来着？我跟那个徐志胜是一个类型的。ENFP。ENFP 哦，ENFP 不是传说中的快乐小狗？哦，对，对我看也是短视频上说 ENFP 是快乐小狗。我拉回来一点说，如果你觉得被动等待的这个结果是你 OK 的，你接受的，你很自洽，那没有问题。就比如说我发出去这视频，放一个 I 人，可能就是想我期待中是100万播放量，假设啊，但是他只有10个人看，那这个人会觉得非常的受伤，那说明不对，你其实是追求那个流量的，你只是没有意识到。那如果说你期待的是100万播放量，但它0，你也很开心，没关系，我表达了，那你自洽了，那 OK， 那就是不影响。就是像如果说就怕就是我又想要那个东西，我又不好意思说，我还在这儿觉得没关系。但是是不是大部分人就是这么来找你？对。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现在那么多人想被看见呢？就是各行各业，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好像不在短视频上出现，你就不存在。就是你比如说我听有的，比如说更老派的人，他们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年代是。你要想给大家看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把一个东西端到大众的场合、公共场合给别人看，那你得是一个准备的特别好的，就你自己已经认可了的一个东西，你端给大家看。不管你是写文章、讲一段话，还是拍一个什么戏啊等等。但是现在的人什么都在发，什么都在被看，你不需要准备好，所有的人都在给大家展示我自己，恨不得把我自己什么东西都给别人看，就是。我就想问问，就是你看你这些学员，他们的就是内心真正追求的是什么？为什么大家都这么想被看见呢？而不被看见就不存在？这是我观察到的，可能这个样本数有限啊。其实他们并不是追求被看见，就是很是要卖东西。对，就是大家其实没有意识到，如果通过不被看见能达到最后那个目的，他宁愿不需要被看见。比如说。如果我今天不知道我污你的账号，我也能赚到钱，那你还愿意做短视频吗？大概率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被看见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甚至变成了一个必须的手段。是变成了就是可能普通人想获取一些权利太困难了，对，就只能通过吸引注意力来获得那些他。本应该不出名就得到的帮助，或者那可能我觉得就我们还算是幸运的嘛，就是居然也被看见了。对我现在也开始做短视频了，就是然后你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普通人如果其实是一个迅速获得权利的过程。对，我是听到您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需要被看见？然后我心里就有一点感受，就是因为可能平时在家庭或者在社会上太难被看见了，其实是会感觉到很无助的。但可能你一下出名了，然后突然收到很多评论，然后突然有人关心你的生活是什么样了。我觉得他可能除了改善自己生活的需求，可能也有这方面内心的需求，我觉得也可能是有的。有时候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就是觉得自己太渺小了，然后我们需要一些外界的声音来确认自己还存在。是不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人，实际上他都有这样的欲望？对，但是 I 人的这个被看见，可能就像你们3个都在聊，你们说这个就是等于被看见是一个工具了，但对我们艺人来说，被看见可能是一个偏好。
就是甭管这个被看见带来的结果是什他们没有这个问么，但本身我们也很期待被看见，因为在短视频时代不是写那个就是什么公众号嘛，写文章通过那个宣传你在做的事儿，那个我就很吃力。后来短视频来了之后，我就感觉哇，就是我的时代来了。就是因为我们艺人可能对着镜头录点什么东西，说点什么东西，就觉得很轻松随意，而且我们又没有你们要把这个视频做的那么尽善尽美，我们差不多就发了。像我爱人的朋友在做短视频的时候，我估计你也是吧，这个用什么音乐，这个句子再斟酌一下，再怎么样，想很多，但是我们就可能差不多就行了，哎，就觉得很日常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你们经受得了打击吗？就是这个跟类型也有这么关系。草率就就是我还可以的。我还可以的，就是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嘛。比方说，我最开始做那个湿版摄影的账号，人说你这都是100多年前的，这老掉牙了，都过时了，因为他们不了解嘛。那我做这个事儿就是科普，去帮助他们了解。所以我的湿版摄影和 MBTI 都被骂了很多嘛，因为别人就是他们对这东西的认知是。比较低的，就好像就是看着我也分析你，如果被骂，就是因为别人的认知比较低。这个我觉得艺人的自信心太强大了。对，因为我是在这个领域就是接触10几年了嘛，所以呢，他可能这个东西他是完全不了解的，所以他可能上来呢，大家现在压力也大嘛，就骂几句，就骂就骂嘛，那怎么样嘛？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在一个等同的有相同信息积累的情况下去交流的，所以这个交流肯定是不对等的，所以这个被骂我觉得是必然的。而且你做短视频，你会收到很多红利的，对吧？因为短视频有人来找你购买你的产品啊，参加你的课程，那相应的背面呢就会有一些就不好的评论，我觉得这是也很公平嘛。就是我是经常讲，我们自己身边的样本量是有限的，我们成天儿旁边朋友圈里面可能就500人，但这500人跟你有深度交流的日常生活里面常接触的，可能再筛就是那么100人。你再筛每天接触的，可能也就那么10几号人，但这10几号人给你的反馈，会让你误以为自己的某一些东西是小众的、不被接受的、不值得被看见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大的样本和世界的反馈来确证和修正自己对自己的认知。比如说，我认为，假设哈，我认为我自己是丑的，哎，你发出来之后，发现大家并不会因为你的形象而评价的时候，我的自我认知就得到了修正。告诉自己哦，我不用在意这块儿。然后我以为自己不会被大家喜欢的部分，其实会被大家喜欢。这个样本量随着你不断的向世界发出声音，它会给你更多的反馈。这世界有那么友好吗？但我想问另外一个，就是说，那有那么多东西值得被看见吗？就比如说，你看到的这些，你研究这些东西，这世界上每天有人发那么多东西，然后就是值得。好，第一是值得，第二就是说，被看见的。传播特别大的一定是好东西吗？不是，但是这两个并不矛盾。我为什么说第一个都是值得的？是我认为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是丰富的，因为每个人都在跟世界打交道。我们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自己的成长故事、自己的难言之隐、自己的欢喜。我们需要得到同类的认可，即便这个同类可能在几万公里之外，甚至世界的另一个角落，但你一定有同类。如果你不发出这个声音，比如说那个什么50赫兹的鲸鱼，如果它不发出那个信号，我们永远找不到是不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一个。所以从我的本心讲，每一个人都是值得被看见的。那反过来另外一个问题，那种流量大的被众多人众星捧月一般的，就一定是好的吗？不是，只不过可能迎合了大部分人的这个习惯，或者是偏好，或者说主流的一些价值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大家有这样子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现在都很压抑，那可能就整一些整活类的，这个哗众取宠的小丑世界逗大家开心。那这个开心的人类共同的情感的需要，它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传播体，它本身这个数量就比较大，以至于它火了。但并不代表他的价值观就一定是对的，或者说成功。我觉得永远就是特别成功的，而且是我们特别窄意义的成功是被膜拜的。我不追求这个所谓，或者是我认为大家不能以流量为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的成功与否。像你现在做这个主编，你不是还要改别人的稿子吗？很多不同类型的脱口秀演员，他们说的事儿也不一样嘛。什么是大家特别有共鸣的？我觉得喜剧规律是大家共有的，就是你要在
每个铺垫后面加一个预期违背的梗，这个是不管是什么风格的演员都需要的。只是你表演风格大一点，你可以上肢体，你可以上口技，你可以上更多的表演形式。但如果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表演上的技术的话，你就用文本。但这个规律是共通的，然后这个原则也是共通的，就是我想要在观众里面找到共鸣，我想要观众更喜欢我，或者我想要和观众探讨一个观点，然后我想得到观众的反馈，就是这个是共通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哪些话题的内容，就是类型是大家最有共鸣的呢？我从短视频里有一些观察。你先说说，你对给他给他人一点思考思考时间。嗯，从传播上的角度，我们自己观察到的爆款，就是全是关系的矛盾双方，只要这个身份有对立，大家就愿意看。但只有职场是脱口秀也会比较多吐的槽的，对，其他的好像可能因为脱口秀的观众群大部分比较年轻，所以可能你讲婆媳，年轻人就有一种又聊到婚姻生活了这种，他们就那不是觉得你们也经常聊那些不是秀恩爱和分手那种？不是，但我们都是吐槽爱情，我们很少歌颂爱情的。哦。就是在你们这儿，甜蜜的爱情是不值得被看见的。对，就是吐槽甜蜜爱情是有共鸣的，就是甜蜜爱情可能没有什么。对你们来说，就是这关系里面的失败是有意思的，因为跟喜剧技巧相关。是，如果不吐槽它，就大家就觉得那个心理压力没有被释放。我们说怎么挣钱是没有共鸣的，我们说挣不到钱是有共鸣的。就是这个。共鸣的点在于争取大部分人的认同，那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普通人，或者说我好这么犀利吗？不，我肯定我们在所有的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跟一件事情的关系里头都是成功的，你一定是有失败的地方的。所以脱口秀这个艺术门类，它本身可能就会有冒犯、消解、解构的这部分。其实我们就是消解了，就是说一些傻言傻语，然后希望能解决观众自己心里的压力，因为你看这么傻的人还站在台上跟你们说笑话，就自己的生活也还可以过下去，大概是这样。就是被这个矛盾、这个失败被看见，其实在很多人心里面他已经被消解了，得到了安慰，可以这么说吧。那你碰到的，比如说职场的这个矛盾，有吗？就是跟类型非常多啊，比方说像。有一个在香港上大学的一个孩子，就是污泥这个类型。他就是说，有些同学呢反馈他这个人，是好像是比较冷漠的，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会这样？然后我就给他分析，因为人的心理能量它是一个恒定量，是成对的。比如说 E 和 I， 要么 E 多，要么 I 多。E 人他也有 I 的部分 ，I 人他也有E 的部分。他是 INTJ 嘛，所以他很多东西是考虑效率的、结构化的目标的，所以他在人的感受那部分考虑的就比较弱。所以他说他朋友的反馈都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挺好、挺热情的，后来就觉得好像这个人就好像没有那种热情了，是因为本身这个类型的人的热情度就或者说表现力吧就没有那么高。那你怎么帮助他呢？我让他看清这一点，他的困扰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认为自己我是不是有病。为什么我这么差？我处理不好这个问题。那我告诉他，你不是有病，你只是心理能量在那边多一点。那以后多关注到这一点，因为偏好与生俱来，但能力可以后天培养，所以他就和自己和解了嘛。然后再说一个 INTJ， 他是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中高层的管理人员，他的那个上面那个大头呢就想提拔他上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但是下面所有的员工都不同意，因为他也是 INTJ。因为 INTJ 就是 TJ 的人呢，就是后面字母是 TJ 的，他们有的时候，是因为他们特别注重目标和效率。我要攻下这个山头，好，你们仨到这儿，你们仨到那儿，怎么走，好，这些资源怎么分配？所以他能量是在这儿，他能够特别快速的，然后高效的去达成目标。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分配任务啊，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像我们 FP 的人，最近怎么样？有个事儿，你是不是可以？那效率太低了，然后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所以他就很高效。所以我就给他解释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有句话叫“看见就是疗愈的开始”。所以很多人自我的这种拧巴、自我的攻击就是这样。你出生到的这个家庭，最开始的学校，他们给你的反馈，就他们和你的偏好合不合是很重要的。
你想，咱们就说这个可以我拿人造举例嘛，就是可以。周老师，就是您在很年轻的时候就遇到了像他这样的人，我觉得您可能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我现在也不舒服，现在也不舒服。对，但后来慢慢发现，可能正是因为不同，它其实也是有优点。那不是因为我比较宽容吗？是比较宽容。所以呢，就了解 MBTI 一部分是对，就是你能够接纳自己，就你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表现的比别人差，是因为你是越野车，或者说你是跑车，你跑越野道。你是兰博基尼，你就是跑不好，是正常的。但是人是可以改变、可以提升的。但你这么意思就是说，通过这个类型的分析，可以疗愈所有的吗？难道就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可以通过类型解释吗？难道没有别的解释或者？一定是有的，因为类型是先天嘛。你像现在的其实更主流的心理分析的理论认为是比如像弗洛伊德那些。他们认为是后天的，你在某个时期经历一些事情，对你终生都是有影响的。你觉得你的这个工具解释得更好？不是，它的应用场景是不一样的。因为有些人可能是后天的原因，但是先天也会对人产生影响，所以我们要搞清楚那个原因那个点到底是什么。所以您之前讲的故事，感觉就是 INTJ 适合去一个互联网企业工作。然后 FP 适合做 INTJ 的搭档，负责给他传达命令。OK， 我这个地方我稍微澄清一下哈 ，MBTI 明确的一条规定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叫 MBTI 伦理，它不能用于企业筛选人员。当然有企业在用，但这是乱用，跟我们 MBTI 我们官方是没有关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人是可以发展的，偏好与生俱来，能力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但是的确会有遇到一些挑战。对，我确实非常害怕，如果用人单位掌握了我们的 MBTI，就不会雇佣 INFP。过去是用血型，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做一个沙龙，比如说15个人，有14个人到13个人，或者就是大部分的时候，他们自己测的类型和我们最终经过这个课程之后得出的类型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人有的时候是最难认清的是自己。因为我们就好像一块白布一样，然后社会呀、岁月呀、家庭啊，各种要求把你染了很多的颜色，所以你不清楚到底自己的底色是什么。这也太难认清了，都做了 MBTI 了，还是没有认清，还是要上一个班才能认清。太难了。就是当然或者是自己学习，这的确是非常难。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东西确实也会帮助我理解自己，即使在同一份职业里头的不同感受。比如说啊，大家都觉得做记者的人，可能你应该是咄咄逼人的，或者说你对着镜头应该是不怵的。可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刚刚开始做电视记者的时候，我对着镜头我其实挺恐惧的，就是我在做连线或者一个人对着镜头说话的时候，我是挺不知所措的。而且就我最早我经常是2个手拿着一个麦，我们摄影师都嘲笑我说你唱卡拉 OK 吗？就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呢，当我做一个谈话节目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我不用看镜头，而且你应该不要看镜头，你知道吗？就是你其实只要看你身边这几个人，我觉得挺舒服的。就是所以就是在一个似乎看起来都是在面对镜头的这么一个工作里面，如果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其实就你说的，我明白了哪一种感觉让我更加舒适，而在这个舒适里面，你其实会培养你的一种自信也好，或者什么样，你的能力就是慢慢会因为这个而培养。就是你就知道原因了。比方说，我现在我是一个 I 人，我站到了一个要表演的舞台上，我这刻有些紧张，为什么？因为我不如艺人那么喜欢外部的世界，这么多人看外部世界，但是我知道我也有能力把我要做的工作做好，而且我有我的优势。所以说人其实很多时候问题来源于什么呢？他不是说就是因为我是 I 人，我有这些，我好像表现力别差，不是，是来源于为什么我表现力差这个事儿我就过不去？为什么他就好，为什么我就差呢？有些人可能就钻这个牛角尖了，就会带给他很多的困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这个类型是荣格发现的。荣格在1913年世界精神分析大会第一次提出了人有外倾和内倾的差别，就是 E 人和 I 人的区别，发展至今。那荣格的主要理论有叫自信化，他强调人要发展。那人要怎么发展呢？就是把你一些非偏好区的功能要发展起来，这样人才能变得完整，也就是荣格所说的自信化。那最理想的状态是，该调用 FE 这个功能的时候，就该让大家都和谐的时候和谐。我该调用我的这个 TI 功能，我有逻辑分析的是逻辑分析；该共情他人的时候，我的是 F 功能情感功能，是有情感功能。但那个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目标。
所以一个理想状态的人类的性格类型是 INFP、ESTJ 是吗？对，可以这么说，他想但是要用全面什么？但是理论上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为我们有，就是因为 MBTI 4个字母代表心理功能的排序嘛，越靠后就是我们越弱的那个部分也非常难提升。我发现你学习能力特别强，总结的特别快。你其实袅袅现在除了讲脱口秀，又有一个新的就是要被看见的这个身份。我看你在做纪录片一样的一个节目，对，之前就特别有意思。做了一个样片，对，就是也是我要去采访一些。我要采访一些老年人，那一期的主题是这样的。我看的其实有点惊讶，就是你从你的这个舒适区又往外踏了一步。是，对，您感觉非常正确，非常的不舒适，就是难吗？我会担心我没有把气氛调整得很好，但我也问了必要的问题，但我很担心我没有把我自己对我采访那些老师的感情表达出来。就是也非常的纠结，对，但我觉得仍然看到了非常有意思的部分。就是我觉得，虽然这次采访是对我来说，我有很多怀疑，然后我担心信息量不够，我担心气氛没掌握好，但我回来以后，我仍然觉得学到了很多，就觉得和外部世界的交流是有意义的。因为我采访的这些老奶奶，就是她们都很有活力，然后她们有自己的爱好。他们身体都比我们好，甚至就是他采访的那些老年人啊，在做短视频，然后我就看了一点点片段，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这个片子，但是我看一点点片段，就是他们的表现力非常强，就告诉你眼神怎么摆，这个怎么蹲马步，hold着照相机啊，不 hold 着手机等等，就是而且他们都特别自信。你要是我觉得学这些东西吧，我会特别不好意思，就是哎呀，好像好刻意啊，可是。他们怎么就人生是不是到了一个境界，他都摆脱了自己的原本的性格类型，还是怎么样，就是到达了一个自由之境，全放得开。横移运镜的话应该怎么样？来扎好马步。天才上清华大学少年班，我上老年大学青年班。美丽的草原。哇哦！帅乎乎的，脚跟不沾地的抬步，说走就走，一看到镜头，眉毛就都挑起来，那种自信和快乐，仿佛与生俱来。对他们会有自己的游泳社团啊，然后也会拍那种有队形的游泳的画面。然后他们也在老年大学学怎么拍短视频，有专业的机位啊、加字幕啊，这种剪辑意识都有的。有的甚至拍那种开车什么的，节奏感特别好，就像一个赛车的片子一样，就特别棒。对，因为荣格说过，人有2次生命，第一次是在40岁之前，第二次是在40岁之后，就你开始做自己了。所以他的心理功能呢，就慢慢的就是劣势功能发展的也比较好了。比方说像和周老师一样 FJ 的人，通常 FJ 的人是如果依着自己的本性的话，是不太容易拒绝别人的 ，say no 是比较难的。但很多人就反馈说，我现在也可以啊，那些不喜欢事情，我都一辈子我都这样忍气吞声，我就怎么就哎我也可以了，就我觉得很爽啊，我就轻易的就赶快不要说了，我不喜欢你的观点，我不同意。所以就是因为我的顾客里边就是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分析类型是很难的，因为他们都可以呀。蜕变了，对他又有很和善的一面，哎，该讲逻辑、讲事实也讲得很清楚，又关注那些宏观的概念，细节上他也能注意到。都憋疯了。比如说那40岁，在当今社会可能得到60岁吧。对，其实我自己从袅袅刚才说的我自己的观察里面，可能没有这个王老师那么专业的分析，但是我的观察是，你会发现所有的老年人拍视频要比年轻人拍视频容易。为什么呢？容易是因为我们私下里讲的就是，无所谓了，就是活了，你看我又怎么的？那中国大妈就是那个拍照呀，不顾旁人眼光呀，她已经把别人的眼光，放开了一面，她心里面没有那个第三方的声音评判自己了，
或者他那没有评判自己的时候，他就跟镜头能友好的相处了。像您刚才讲，您刚做记者的时候，2个手拿麦，然后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对着这个镜头讲话。但是做访谈节目的时候，因为有这个反馈的目光、反馈的这种声音，您觉得好像放松下来了，有了对象了。有了对象的时候，你就不会刻意抽离出来一个眼光评判自己。我现在是在跟谁说话呀？我现在应该什么语气说话，什么状态说话？没有这个评判的眼光了。但是我们年轻人还是会有很大的评判意识在自己的内心的，以至于我们不常在镜头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很多面。比如说有一些我生气的样子不能传播出去，我这个流泪的样子太丑了不能传播出去，我双下巴样子太丑了不能传播出去，我说脏话不能传播出去。我们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在评判自己，但是老年人被评价的多了，已经麻了。他们也在学怎么克服一些缺陷吧？对，他们的表现力是什么？他们的表现力的那个障碍跟大部分普通人的表现力的障碍是不一样的。但是年轻人可能就觉得啊，我好多东西还不能拿出来，就是被缩着的。所以我的理论是先要解放天性，先要把你这些评判意识给去除掉，变成40岁的那个状态。那要怎么解放天性比较好？我们戏剧里面有在玩戏剧的游戏，你带着评判意识来玩一些游戏的时候，就玩不好，玩不高兴。你会下意识的把评判意识去掉之后，发现哦，玩也能玩尽兴了。然后我们在圆圈总结和分享的时候，大家会自发的从这个游戏里面，你的身体会比你的大脑聪明。但你身体在这个感知下，你会发现我这样做就是舒服，我不用刻意的拿一个理性的思维考虑的时候，就是这么舒服。比如说我们经常玩的一个游戏叫给我3个，我随机说，比如说给我3个圆的东西，你需要在1秒钟快速的时间里面给到我这3个东西。轮胎、硬币、月亮。哦 ，OK， 你看，这就是其实他脑子里来不及思考，或者说刚才我在讲的过程中你已经思考完了。如果是一圈人玩的话，我们就非常快速的需要下一个人赶紧说出来。但有的人带着预设是什么？他要想。我要给他3个圆的东西，他就一直在想球、苹果什么，想好了才能说。但是这个游戏的规则是快，比如说有的是耳环，然后脑袋，什么什么，有的时候他给出的那个答案是非常离谱的，但是你仔细想的话，它又会非常合理。天性就是不经大脑思考。对，就是你要正视自己的本能。这个游戏的名字叫瑜伽大师。瑜伽不是里面有很多姿势吗？什么坐着的什么式什么式，我叫不上名字。但是我们是游戏，我们胡诌。咱们第1局来一局《西游记》人物版，所有人你们要去想一个姿势，但是或者是动作啊，比如说很简单的，可以加声音，可以加音效，哈哈哈哈。然后问题关键来了，由我下一个人来给他命名，命名完了，所有人重复这个人的姿势、动作和他起的名字。比如说我刚才起个名字，泼猴，泼猴式 OK， 你要说的是泼猴式。当他说完泼猴式，所有人学我的声音和动作，泼猴式，哈哈哈哈。对，给你3秒钟时间，3、2，好过。这是什么？下一个人给他起名字，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啊？观音。好，观音式，来一起。观音式，好，下一个。拿命来。拿命来。索命式。好，索命式 ，OK。你要一会儿考虑3秒钟，3、2、1，跳过。好，后面的人没有名额了啊。有声音对吧？对，可以有声音。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可以，起名字。问答式，好。可以，来，下一个，上难度了，这又。长老。什么式？躺平式。好，所有人一起。长老。OK， 我发现，因为我在观察你们每个人的状态，还要落到你们短视频上。难为情的原因是什么？是我们生活中不常用，
不熟悉，以至于你不敢在这样子的状态里面去展现，是躺地上呀、坐地上呀，做一些奇怪的姿势呀。核心原因还是因为什么？自己的限制性信念，我不能，不可以，我地上太脏了，不行吧？啊，太脏了，这个形象不好看，一会儿头发乱了，妆花了，太多的不可以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你那会儿注意到这个柏油姐她哼哼猪叫的时候长什么样的吗？没有哈。然后你有那我再问志鹏，你有注意到阿汤哥撒娇的时候，玉帝哥哥他是什么状态吗？你有注意到吗？不记得，没注意到。是的，当你们拍视频的时候，你觉得所有人目光在看你，你走在大街上，你把手机举起来的时候，旁边全是人，你说现在我举起手机，不会大家都看我吧？太自恋了。在这个场域里面都没人看你，你走大街上都不会，更不会有人看你的。所以游戏的安全的环境是为了告诉大家，你自己可以展示你自己。我们讲的解放天性是：第一，正视自己的生物本能。我们高兴了会笑，我们生气了会愤怒、拍桌子。每个人有自己发表愤怒的方式。我们悲伤了会哭，但是有的人是开大河的哭，有的人是默默的掉眼泪。然后甚至我们还有一些社会规训，就是不能、不应该。比如说我让你说3个非常羞耻的词，有的人觉得是说放屁就已经很羞耻了，但有的人尺度可以更大一点。可是大部分人可能觉得在镜头面前我连放屁这2个词我都不能说。那这种限制性的信念和标签是需要通过解放天性的游戏丢除掉的。那在这个游戏里，我说给我3个羞耻的词，一下就把周老师难住了。对，所以他就立刻，你在1秒钟之内可能没有办法立刻说，但是我们在游戏的氛围下面，通过一些引导，通过环境等等的，会让你慢慢，你现在可能3秒钟都说不出来，到了后面1秒钟、5秒钟你能说出来了，它就是一个进步。这个解放天性，在我听上去像是什么呢？像是解放E人E的部分和 I 人 E 的部分，因为 E 人就是边想边说，而 I 人倾向于想好了再说。对，他可能更多的把 I 人理性思考的那部分理性脑给的成分给降低一点，同时对于E人来说也是一个压抑，因为他很着急说，怎么还不到我？怎么还不到我？我早就想好了。然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游戏来训练压制E人的这部分强烈的表达欲，因为我比如说有一个游戏规则是你不能跟前面的人重复，如果我加了这样一个规则之后，E人本来想的是杯子、篮球、苹果，而前面的人说了，他就要瞬间去更换答案，他可能就把他那个激动程度给降下来，他需要思考一下。所以游戏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和这个E人和 I 人这个和谐。对，因为刚才我举的例子，可能我举一个更生动的例子吧，就是比方说咱们说2个人恋爱，有人想分手，如果E人跟你说我们分手吧，大概率还有挽回的余地，他想到就说了。对。而 I 人跟你说我们分手吧，搞不好已经想了2年。我的学员真的是有离婚，真的是这样，他已经是想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所以为什么E人是边想边说？有的时候他没想好，他先说了，他是嘴脑是联动的，而 I 人是想好了再说。而你的意思说，经常 I 人和E人会谈恋爱，对吧？对呀。这是因为差异的相互吸引，差异互补相互吸引。结果呢，这谁先说分手这事儿比较重要。对，我觉得确实有时候看爱情片的设置也是这样，就是很有规律，就是憋的喜欢疯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对，疯的喜欢憋的，就是这样。那袅袅是一种感受是天性被压抑之后大家喜欢那个样子，还是他的天性就是这样子？他的天性已经被释放了。你释放了吗？那可能算是有一些释放。它的释放的渠道和我们的渠道不一样。我以为释放都得是那个。我经常大呼小叫的。对，这就是对解放天性的误解，最大的误解就是好多人把这个叫做脱敏训练，就是你比如说你害怕当众讲话，然后他们说解放天性就是把你扔进那人堆里面练，然后让你脱敏。但其实相当于说，我不知道心理学里面怎么讲，但是我自己认为这是给了你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每次下一次你再要对
对这种当众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评判声音啊，我提起能量，提起心力，说我又要强行鼓起勇气去讲了。它其实并不是把你的天性给解放了，反而是给你增加了压抑的部分。你再压抑自己的本能，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不是解放天性。解放天性反而是瑶瑶这种，我与我自己和解了，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没有那么强高能量的状态的人。OK， 我用我自己这个能量释放，把这个路放大。就是这是确实感觉确实改变自己太劳累了，有点做不动了。就是做自己是最好的。是。所以其实我刚那会儿想，我说为什么鸟鸟已经是属于解放天性之后的结果呢？是因为我们相当于解放天性的目的是要正视你自己身体的第一反应和感知。如果比如说 I 人他的第一反应是收缩着讲的，那他就不可能外放，让他外放他就会不舒服。那这个游戏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只有他做他自己，用他最舒服的方式的时候，他才能跟上这个游戏的节奏。那他就相当于找到了自己最适合的那个输出方式。而鸟鸟他本身就是一个，比如说偏 I 的人，他的表达方式就是我小声的吐槽，那他只有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收到的反馈是正向的，他能够融入这个规则，融入这个大的系统里面，说明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正视了自己的本能，他没有用一个限制性的框架说。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应该要怎么样，把这个框架给去掉了，说明天性就解放了。我感觉乌尼老师好治愈我。我听着也真是，我自己画过，我以为我只是爱讽刺别人呢。这是他应对世界的方式。我自己画过一张图，所谓的解放天性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枷锁。然后大家现在想象一下我这儿有一个铁链，这儿有个铁链，这个铁链上写的是我要外放才有人喜欢我，我这个铁链上写的是我必须要哈哈大笑才能够逗人笑。然后但是我们在跟这个世界交手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把这个链挣开了以后，内部里面有我小声逼逼也有人笑，拿这个跟外部世界对创了一下，发现这个游戏规则大家接受的，那这个铁链消失掉了，就解放掉了，就给哪一把锁打开了。所以这是我解放天性的目的，就是把你这些不合理的或者说不匹配自己的这种铁链和束缚给去掉，还原一个真实的你，然后把你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特点去放大。所以就还是先不要给自己下定义，就是觉得我这个类型可能不适合做这件事情，所以还是要尝试，然后得到一些反馈以后，可能会发现好像反倒有一种特点。我的理论里就是需要看反馈的。对，尤其是你们 I 人，就是更需要勇敢去做。然后其实因为人的类型是要平衡的，你像 I 人需要的什么呢？就需要有些 E 的朋友推你们一把，试试吧，干吧，弄吧。但是我们 E 人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人搂着，我让你别老出去，你自己想一想，对，自己站站桩什么这个禅修一下，把自己东西想清楚再去表达，这都是需要平衡的。但是你刚才一说，我还想到一个事儿，就是你说你看到那些就是这个老年人，他们自己在拍短视频的时候，他们展现的都是快乐的故事，快乐叙事，他们里头应该没有你刚才说的这种失败叙事，都是也有，但老年人在叙述失败的时候也非常快乐，因为他们已经过去很久了，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其中任何一件事，我都过不来，但他们就是那个阿姨就。也是一边理发一边说，就说，我小时候家里特别困难，我10几岁就出来工作了，然后，我在家从来不锁门，我身份证、手机都丢过什么的，我就觉得哇，这么快乐的 ADHD 我是第一次见到，就是我感觉，他已经把那些障碍都越过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人生经验对人来说非常重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老年人就想得比较开，他就人生经验告诉他们，别人的想法就是没有那么重要的。这个他提到这句话让我想起您那会儿说，就是为什么现在人拿起手机还没有成品，所谓的一个完美的作品，他就随时发了。我现在喝了个咖啡，我就随时发了。本质上其实也相当于在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快速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因为如果等你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再去发的时候，你的人生经历的这个节点，它或者说这个速率，它就变得很漫长。那这种人生经历不是很消耗吗？
我发一个我要干嘛呢？就是我看别人给我点赞，还是心里其实在骂我，就是你看我们都在上班，你又出去喝咖啡，这不是在消耗吗？这种经验，这种细碎的经验有意义吗？就经验有价值吗？有的看他自己是否需要。比如说我发朋友圈，我发出去了，我的目的不是让别人认可我，那他的这个外部反馈就不会影响到我。如果我的目的是我喝了一杯咖啡，我需要别人认可你，得到的反馈是被骂了，他就会受影响。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个自洽的过程，看你需要什么。还有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经验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互联网的，所以即便是他在互联网上得到的反馈，即便是好像我们觉得是一个虚拟世界的东西，但对他来说都是非常真实的经验。就像那个英剧《混沌少年时》里面，就是那个男孩子在学校成绩非常好，13岁，但他仍然犯下了一种性别犯罪，然后家长就想不明白，就是他每天只是关在房间里，就我们也好好教育了，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可能就是对年轻人来说，互联网的世界是真实的，然后这些经验也是他们需要去寻求的。你说到这个，我就在想，现在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生活经验，然后它就会导致看的人不自觉的去模仿，有时候其实我们不自觉的其实都在模仿他人的生活呢。可能从简单的你看到人家穿个什么衣服，你也想穿那个衣服，到某种就是价值观也好，他要去做什么也好，其实当然模仿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天性，人一生下来你不模仿你都不能活，对吧？你要去模仿走路，你模仿那个语言去说话，这是一个本性。但慢慢由于这个互联网，我们现在其实不自觉的都是在模仿另一种生活，你很难想到我的生活里面哪一部分不是在互联网上已经存在的。对，如果互联网上没有穿搭博主，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是的。但是这样你就如果你没有自己原创的生活经验，会不会有一种失落感？就是怎么考虑它？我怎么看待我自己的快乐悲伤？有时候你都要是不是有一个，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某个名人名言的或者什么的参考，你才能有反应。对，有时候好像我觉得这就是对我来说和朋友聊天的意义，就是有时候我和他们聊一些事儿，他们就觉得，这个事儿你就应该生气，或者这个事儿你就应该有感觉，我心里就会觉得踏实一点，不然的话我就会责备自己，就是我是不是就是心里不装事儿啊什么的，类似这种。就是说，你看到，如果你不跟真实的朋友聊，验证一下，对你就会觉得，对我和其他可能更洒脱、功能性更强的朋友们，然后聊完以后，就他们如果遇到这种事儿，他们也觉得难解决，或者他们也会有情绪，我就会心里踏实一点，我就觉得我是正常的，就是至少，我其实就没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我的自我意识比较的强，就是我判断这个人，我现在高兴。你甭管别人说我应该高兴还是应该生败，我都不会被他影响。我是完全相信我自己的感受。我现在生气了，我不会问他，哎，这个事儿你觉得我该生气吗？是不是我小题大做了？我不会怀疑我自己，基本上是接受自己的感受和认知自己的感受为主。然后同时我发出去之后，也有可能有负面的声音，也有可能有认同我的，我大概率不会被这些声音给影响。对，之所以去模仿，之所以去寻求外部的标准，就是因为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是类型的意义。想认清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又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感觉理解自己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是的，然后世界又是一个更复杂的系统，对。然后你们随时都有可能几亿根触角在接触，对。可能这个触角觉得这是符合我类型的 OK， 然后那个触角接触到好烫，就是你不知道到底我能发展到什么样，就是或者我的世界有可能更舒适吗？对，因为这世界又发展得这么快，所有的反应所以我其实并不太喜欢或者不太认同所谓的分类的学。我当然理解他们的工具的意义和工具的价值，但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来框所有人，或者说我的学员，包括我自己，是因为我认为您刚才说认识自己是很重要的。
那认识自己，我认为的方式是跟这个世界去交手。好像是山本耀司说过一个类似的话，就是你只有通过跟外部的折射，他人是一面镜子，你只有发出自己的信号，通过别人，通过这个世界反弹回来的这个信息，你才能了解自己。它本质上就是还是寻求反馈。你这个反馈到你这儿了，你只要知道这个反馈你是不是接受，你就了解自己了，而不一定需要一个所谓的分类工具，你是 A 类人、B 类人什么人。我也许是可能更多了一面镜子，有一个参照。对，你说的这个跟这个鸟鸟说的刚好是能匹配上，因为鸟鸟说的就是我自己纷繁复杂，世界更复杂，那么它就没有一个基准量。但是类型是什么呢？它给你一个基准量，我是有这样的特点的，然后你再去来核对哦，我这个类型在这个场景之下，哪些部分是我很得心应手的，那哪些部分呢，可能是我稍微有些吃力的，然后你就有了心理准备，然后你可以让你更好的调动自己的能量。你比方说，如果鸟鸟是个 I 人嘛，那么他如果频繁的有很多的演出啊、访谈啊、节目啊，他就会比较累。他就需要有一个时间，他自己一个人静下来休息。那他可能就不清楚了，为什么徐志胜成天天天做节目都那么开心，他也不需要休息，我就可能需要一个人。我说你们都别来打扰我，自己静静待一会儿。那就是因为类型不一样，所以你就清晰了自己的这个部分，所以他就可以更好的去包容自己，知道自己的能量在哪里，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什么事情是可以充电的。所以我就说是一个工具包嘛，就是这个分析它是一个工具包，经验也是一个更大的工具包，就看我们怎么来通过这些不同的东西，哪个东西更趁手来认识我们自己。对，就是乌尼说的是我们要有勇气，比方说跳到井里面去探索自己。但是这个 MBTI 是什么呢？就跟周老师说的一样，它是个工具，它给你个绳，要不然啪跳下去，哇，这个下面好黑呀，我会掉多远？你不知道。但有了这工具之后，有个绳，哎，有个安全带，哦，你先走到这儿，走到这儿什么样，这是什么样，你就清晰了。您刚才说到一个词，输出方式，天性和它这个文本或者说内容之间的匹配。对，那这个一般他们这个文本是什么呢？它的内容要说什么呢？就内容是不是也得跟它这个方式是匹配的呢？其实创作的内容五花八门，我自己归结为，如果你想要被看见，你大概率只能创作有情绪的内容，因为表现力是从情绪生发而来的。就是互联网就是传播情绪很快，对，就是情绪是第一位的，尤其是在短视频里面。但是这个情绪不代表是，哗众取宠的情绪。你只要有立场、有观点，你就会有潜藏的情绪。每个人从这个信息里面获取到的立场是不一样的。那一旦你说出了这个立场，你就会挑起别人的情绪，比如说别人反驳我，比如说别人认可我。有人说你这不胡扯吗？我挑起他的情绪了，他试图反驳我，所以这个挑起情绪就变成了他表现力的来源。只要你成功挑起了他的情绪，就说明你有表现力了，只不过你自己没意识到。哇，这个好暗黑啊！好暗黑。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老师吧，他们特别有精神世界，他的思考啊什么都特别有深度，但是他以前可能只是书写。他不参与互联网的这些事儿，然后呢，你也会看到有人试图说服他，就是说，哎呀，你这个精神世界值得被看到呀，你应该出来做一些这个视频啊什么的。可是我有一种会觉得说，可能他不出来说，在他那个世界里，我会觉得很可贵，但是就是一旦你放到互联网上，因为你刚才说的，互联网上传播的主要是情绪价值，也许不是一种他的理性的思考，那他这样被带出来以后，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对他自己来说有点伤害或者不太好呢？这样，我的观点是认为，如果你真的是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你应该拿它去传播，或者去售卖，或者是做其他的方式来验证。如果我们只是的被动等待别人来懂我们，这是一个很不礼貌的。但是可能情况是变成别人想拿它去售卖，不是他自己想。但是你所谓说售卖的或者说流通的那个东西，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价值，就没有真正读到他的内心世界、精神世界。那是起码我们先迈出了一步。我问过一个问题，叫，你的精神世界从哪里来的？你们的精神世界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精神世界从哪里来的？
应该是通过阅读他人，阅读他人的精神世界。就是我们不可能凭空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是来源于收到了别人 ABCDE 所有的他们精神世界的产品外化出来，被我们感知到了、接收到了，我们才衍生出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那如果你只是包裹在这儿，不再到你这儿 OK 结束了，后面不再往外输出了，那前面所有的精神世界到这里终结了。所以只有你拿出来部分的时候，你才可能会影响到别人，或者说你才能收获更多的精神反馈，输出和输入之间的一个连接。就你会觉得你有一些你接收到的东西，你看你的观察，你的什么，你得站到那个舞台上去输出的这个欲望。会的。我觉得我选择脱口秀这个形式，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大众比较容易接受的，然后我觉得碰巧它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掌握，所以我就选择这个形式。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说我有精神世界，然后我鼓起勇气把这个呈现出来，然后没有人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他最早的一个专业，你是地下水工程专业，对，地下水科学与工程。这地下水也是不被看见的，要去发掘才对。这个跨度还是很大。后来你学的是中文系，在北大中文系。但地下水一旦发现了，就会过度开采。对了，就是我刚才说的，它过度开采。可是你学中文系，比如说你大概率如果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没有这个视频传播的时候，可能你的理想是不是当个作家？是啊，对，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个作家。当个作家本质上也是希望拿自己的思想去传播或者去售卖。就在我看来，它就是售卖。我采访了一个法国女演员，那个于佩尔嘛，她因为不是在中国上了一个真人秀节目，然后呢，我就问起她上这个节目的感受。她说看到了很多年轻人参与这种真人秀节目，想当演员嘛。我就问她，我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想学表演，这么多人想来参与这个演出？她说，实际上他们不是喜欢来做这个 acting， 就是不是来表演，他们想被看见。他说真正的这个 acting， 他说这个实际上是你要隐藏自己，表演反而是要在角色里把自己藏起来，不是这个我要被看见，而被看见这件事儿是我，不是那个角色，它是有这个差别的。我认可。我因为好多这个所谓的我们说讲小鲜肉。他们的演技被人诟病，也是因为好像觉得他并不是在演角色，他对角色的诠释不够准确，他是在秀自己。但大家也想看啊，对，大家想看的就是可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或者长得漂亮等等的。长相也是情绪价值啊，供人欣赏嘛。我看了以后心旷神怡，就是男性女性都有审美的需求。那这个审美的需求，其中一个就包括长相、五官这种外在的。所以为什么那些颜值的主播，就是在短视频里或者直播间里面纯靠长相的，就是跳舞呀、唱歌呀、才艺这种，他不需要有任何的知识和内心精神世界的储备，他只要靠自己这副皮囊就可以呢，因为他提供情绪价值。我能问一句，就是说，我不知道是我这样的人想太多了还是怎么？那你会担心，那就帮助他们更多表现力，然后这样子更多的被看见。但实际上，有些人可能他都只需要一个皮囊。这世界是不是越来越肤浅？我这话问的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负责了？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仅是被看见的即时满足，看见愉悦，我脑袋里有一个东西。就是我愉悦，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刷这些，有时候看见很漂亮的人，我也会，我觉得很好看。但是我们能停留在这儿吗？但我这是不是杞人忧天？我不知道，我就担心会，我感觉好像只是更平等了，就是现在普通人也能看到，现在就是我这样躺在床上刷手机的人也能看到，而且确实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负面的反应。就是我们讲，好像不能叫杞人忧天，就是我们怕。所谓的世界崩塌，怕带坏了孩子。电脑出来的时候，游戏会毁了孩子的教育。现在短视频出来，短视频会毁了什么一代人，各种观念充斥着毁裂的，不会的，毁不了，因为它只是小部分。
我们活在信息茧房里面嘛，你刷到的每天都是你更多自己常刷的内容，但其实你把那个个性化推荐关闭之后，你会发现大千世界，人类样本多样性，什么样的人都有。或者干脆把手机关了。那也是，但是你希望别人看到你只是表面的那个样子，还是更希望别人看到你深邃的思想？对，主要是别人看到我表面的样子无法喜欢我，所以不得不给大家呈现我深邃的思想。然后我觉得，好像虽然媒介变得很简单，然后视频变得很短，但好像大家探讨的问题还都挺深刻的。比如说探讨自己的性格类型，认识我自己，然后包括我怎么样和生活打交道的这种哲学问题，其实大家探讨的也都蛮多的。所以其实被看见是开始，给了自己一个可能。就像是普通人，他如果没有短视频，他可能这辈子他也没有。就像我从小镇里出来的话，我如果不做短视频，或者说没有被大家看见，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跟这么优秀的人坐在一个桌面上去聊。但是短视频起码给了我一个台阶，我先被看见了。你甭管是我坏的被看见，还是被好的被看见，我的皮囊被看见，还是我的灵魂被看见，先被看见了。被看见了，就打开了一扇大门，是我未来会有更多的可能。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山村里面的女孩子。他可能这辈子都如果没有短视频，他走不出那座山。但是他先被看见了，他有一个短视频账号叫有金，我不知道各位刷到，她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但是因为她的幽默，她和她老公的日常被传播了之后，觉得这个有金这个女孩子真的很棒呀，她跟各种网红甚至这个大 V 去联动，她走向了观众，走向了用户，走进了人群，他可以打扮自己了，他发现了还有这么繁华的世界，那对于他来说，这个被看见就是很大的力量，是对他极有意义的。这样的故事好像还挺多的。我看到有一个农村的，就一个男孩子，他就老是自己拿些破塑料袋什么的，做时装，自己去在那个田野里面在走秀。对，后来就真的去巴黎啊 T 台上去走秀之类的。对。我们不能因为这一开始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苗头是，偏娱乐化了，偏没有价值感了，或者说正确的社会价值的这种感觉，我们就否定它未来的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就刚才说的这个短视频和被看见，它是一个工具，就好像我们以前是用锄头耕地，现在是用手机录视频，我们是无法阻挡工具的。所以刚才乌尼一直在说的这个外部标准呢，我并不是特别同意，因为前不久我还在和我这个 INTJ 的朋友博主在讨论这个话题，他就说到底，他说王，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和我们都做了一些为了迎合别人而我们不认可，甚至内心觉得特别傻的东西？他说我不用你回答，我觉得一定是有，为了什么？为了流量。他说，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最本真的表现出来的时候，就一定没有流量吗？他给我举了2个例子。他说这个账号一开始没有人看，他的视频10几分钟，因为短视频的时代，你10几分钟的视频谁看啊？他说，但是他就坚持的非常有逻辑的把这个事儿做得很清楚。当没有流量的时候，他也没有受这个外部反馈的影响，就坚持在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后来又给我看了一个账号，那个账号是好像是一个妈妈给女儿讲历史，让别人看。他说最开始我看了起来了10几个粉丝，你看看现在。他一定还是掌握了什么技巧吧？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拿个例去跟大数据做对抗。就是我要是现在给你找，我肯定能找到更多所谓的没有按照短视频规则来进行账号运营也火了的。对。但是它并不能代表大数据下，或者说更多的样本量的概率下，我们一定是有一套规则。就像做脱口秀，它。每个人的脱口秀的文本是不一样的，可是一定遵循某一个规律或者说结构。我们按照某一个结构来讲，即便你文本很差，你只要按照这个结构去套进去，它的效果能保本吧？所以保底就是按照这公式一定能效吗？一定能。
不一定会让人笑。那倒也不能很差，就是对，但是它肯定有一些这个文本你把力气，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打磨一句话，有的人打磨中间，但你这个东西放中间就是无效，你得放到结尾才有效。所以它是一种句子结构上它就是有规律，所以你最好遵循这个规律。对，这样。但也有一些演员呢，他气口比较特别，他和观众像聊天一样，他平时在小剧场演，他就可以把梗放在中间。那这种也比较独特，但是大部分人都遵循这个规律来创作。就个例我们不能作为自己的参考。但是当然，我接受这种反驳哈，就是不是一定要让你去看外部的反馈来改变自己，而是说你不能拿个例来要求自己，我就自洽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理所应当的。你看人家成功了，所以我这条路也是可以的，你别拿那条路来要求我。但是听乌尼的这个想法，因为可能也是类型的差异，我就有一个担心。那么我们所有的短视频是不是都在输出高度同质化的东西？它内容不一样，只是说它的这种规律。规律。对。所以呢，我们就是活在一个看见和被看见的世界里，这个事情我们已经无法选择了。就是像我这样又不想打磨段子，又不想遵循规律的人，还是如果我实在想说脱口秀，最好给大家先发点棉被什么的。也可以。